很多学生在音组上啊，有些形容。嗨，大家好，我是吴老师，欢迎回到本期的嘉诚红丝竹音乐。八度音啊，是学习二胡非常重要的一个左手按指的点位哦。这个点位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也是学习二胡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点位。本期影片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找到八度音以及这个点位的进阶变化吧。在音阶的排列中，我们可以知道是由7个音排列而成，每个音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哦。比方说哆跟瑞是2个音，就是构成2度音，瑞跟拉就是5度音哦。8度音指的就是哆跟高音哆这样的关系。这边吴老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内弦及外弦空弦音是相差几度音呢？1 3度音，2 4度音，3 5度音。答案是5度音哦。如果很容易数错的朋友记得拿出你的手来算哦。哆瑞咪发嗦，所以是5度音哦。接着我们把琴拿起来，可以按照刚刚的方式将8度音的位置标记出来。可以先在文具店买这种的点点贴纸。这边吴老师要提醒大家，请买小的点点贴，不要买的过大哦。我们从第1把位开始数，记得将音阶的排列数出来，就容易找到8度音啦。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所以8度音的位置就在这边哦。我们拿出点点贴纸贴上去吧。以上这个方式是一个比较不严谨的方法，意思就是说正确度不会那么高哦，但是还是可以找到8度音的点位。老师有没有比较正确且直接的方法当然有啊，接下来教大家的方法相对比较严谨，而且正确度极高哦。我们可以先准备一把皮尺或者布尺，还需要点点贴纸哦。当然有些人准备指甲油也是可以用的哦。之前的影片利用黄金比例来绑千金线吧，曾经提过一个重要的概念，有效弦长。有效弦长指的是从千金线的下端到琴码的上端这一段距离哦。我们拿出皮尺或布尺来量测一下长度，将这段长度除以2，就是8度音的位置哦。也就是说8度音是有效弦长的一半位置。还没有看过这期影片的朋友，欢迎去点击右上角或从资讯栏位去连结哦。每一把琴都会因为有效弦长的距离不一致，所以每把琴的8度音位置当然也不一样哦。我们都了解8度音的正确位置后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讲解这个点位的作用及优点吧。1. 泛音的训练。8度音是我们在学习泛音这个技巧的重要点位。通常第一个泛音的位置就在有效弦长的1/2处。也就是说8度音的位置与胡琴的第一个泛音的点位重合。能够学习好这个点位，就能够发出正确音准的8度音，还能够学习泛音哦。在刘天华先生的《良宵一曲》中第2段落经常就使用到低调高音收这个音，很多学生在音准上不甚理想哦。如果能有8度音及有效弦长1/2的观念，那音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2. 琴上找音更快速便捷。我们刚开始学习音阶排列时候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第1把位往第2把位去数音，也就是由上而下去找音哦。这样找音非常花时间之外也容易数错。如果我们能有8度音的观念，那就可以由下而上的去找音，这样可以更快速方便哦。这个方法不管任何调型都非常的适用哦。C 调的空弦音是蕊拉弦，如果我们要找内弦的音，
可以先理解空弦是 re， 所以八度音就是高音的 re， 从八度音高音 re 往上数。这边吴老师提醒大家，要记得把全音及半音的观念导入进去哦。在刘文金老师的豫北市序曲中啊，使用 C 调的内弦位置，就是学习者最容易找不到音的哦。大家不妨用这个方式来找音吧。3. 第3把位的起始点。八度音这个左手触弦的点位啊，刚好是胡琴传统把位的第3把位的起点。这个观念啊，尤其特别的重要哦。当我们平时在练习音阶时候啊，就可以利用八度音的观念，快速的找到第3把位，并且将音准落实准确。在刘天华先生的《良宵一曲》中啊，就使用到第3把位的内外弦交互啊。这个部分对于不熟悉八度音的学生来说，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哦。4. 实音的音准更准确哦。八度音的点位啊，由于是在胡琴的第1个泛音，所以对于实音音准的训练啊，其实非常的有效果哦。我们可以先用空弦及泛音的练习，将位置找出来，再利用空弦与实按的实音，训练左手手指按弦的关节力道，如此来避免因为按弦指力过大，导致音准偏高的状况哦。以低调来说，可以利用空弦训练内弦的八度音点位，当然也可以练习外弦高音哆的点位，利用这3个音来彼此训练听感，也是很棒的训练哦。在朱昌耀老师的《苏南小曲》中啊，就经常使用低调的高音哆以及哆，在不同的琴上的点位，制造左手换把与音色的转换，这个技巧就显得非常重要啊。5. 确认琴弦是否健康哦。大部分我们确认琴弦的状况啊，可能是透过外观呐，比方说是不是有生锈或者发黑的状况来辨别。在健康的琴弦中啊，琴弦的各个点位应该都要有音准，而且状态稳定哦。以低调为例，我们在第1把位中啊，可以用同一个点位去确认内外弦的音准是不是稳定且音准。在琴弦的状态不佳的时候，八度音的点位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辨别的位置哦。有些琴弦使用的过久，除了调音不容易调准之外，也在八度音的位置啊，内外弦同点，不是落差5度哦，可能会达到快6度音哦。同行这样就建议将琴弦更换成新弦，并且用这个方法来检查哦，二胡上的八度音点位是不是非常的重要且科学呢？建议大家在学习上啊，可以多加入八度音的观念及练习哦，绝对可以让你的琴艺更进一步哦。我是吴老师，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主音乐，见面喽。